波音公司发布 B-52J 的改装方案，准备让这款老飞机再战50年，逼近100岁。B-52为何生命力如此顽强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波音公司发布了 B-52战略轰炸机的升级版，这款升级版将更换英国罗罗公司的 F-130涡扇发动机以及有源相对雷达。该机有可能被重新命名为 B-52J 或者是 B-52K。据美国空中百科新闻报道， B-52轰炸机从1955年开始服役，如今已有67年了。现役的 B-52H 型是1963年结束生产的，因此最新的一架 B-52H 也已经有59岁了。 B-52战略轰炸机装有8台发动机，为军用飞机之最。早期的 B-52都是使用的涡喷发动机，到了 S 型改用了美国普惠公司的 TF33-P-3 涡扇发动机，从而改善了它的飞行性能，航程更远了，载弹量也增大了。但是到目前为止， B-52采用的都是小涵道比的涡扇发动机，与现在的客机所普遍使用的大涵道比发动机仍有差距，因此还不够省油。那么到底是用4台推力更大的发动机取代现有的8台发动机呢，还是继续沿用原来的8发设计？美国人一直很纠结，后来波音公司与美国空军协调，最终于2022年确定选择英国罗罗公司是制造的 F-130新型涡扇发动机，而且仍然是安装8台。除了发动机以外，美国空军也将更换 B-52J 的雷达，改用与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同级的 AN/APG-79 有源相对雷达，以及新的传感器。目前美国空军有76架服役中的 B-52H。 分析美国与英国罗罗公司达成的合约，该公司将提供608台 F-130发动机，刚好可以供应全部的 B-52H 机队的更换。这也意味着美军的 B-52H 将会全部升级为 B-52J。 由此一来，该型战略轰炸机将有可能再战30到40年，届时它将迈入90岁，甚至可能服役到100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B-52战略轰炸机它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顽强？我们知道，战略轰炸机的主要使命是对敌方的战略性目标发动远程攻击。那么过去的战略轰炸机往往采用的是凌空轰炸的方式，比如二战期间美国用 B-29轰炸东京。那么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各国空军进入到了喷气时代，为了适应喷气时代战略轰炸机的发展和应用，就诞生了第一代的战略轰炸机，而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 B-52和俄罗斯的图95。这两款第一代的战略轰炸机最大特点是航程远，载弹量大，但是如果他们采用凌空轰炸的方式，在现代战争中，如果面对敌方的强大防空火力，他们的生存概率会大幅度降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 B-52还是图95以及中国的轰6，都逐渐的将凌空轰炸的方式改变成携带巡航导弹发动远程攻击的方式。而后续发展的超音速的战略轰炸机，虽然它们飞得更高更快，能够规避当时第2代战斗机的拦截，但是这些飞行器的成本非常高昂，相比于远程弹道导弹显得又不是那么合适。最终呢，第2代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全部被淘汰。那么第3代的战略轰炸机不但飞得远，而且呢载弹量还比较大，起降性能也有较大幅度的改善。不过
都存在着结构比较复杂，而且缺乏隐身能力的问题。相比于 B-52，它们更贵，而能够达成的任务使命基本相当。从这个角度上看，这几代战略轰炸机发展最成功的是第一代，其典型代表美国的 B-52，俄罗斯的图95，以及中国的轰6。只不过中国的轰6是中程战略轰炸机，而 B-52和图95是远程战略轰炸机。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发展武器装备不一定要追求高大上，必须追求性价比。因为相比于其他的战略轰炸机，无论是 B-52还是轰6或者是图95，它们的单价都相对较低，而主要的性能并不亚于其他的那些战略轰炸机。因此 B-52既然能够活到100岁，那么中国的轰6同样可以服役100年。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